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了 POV 跟定论试驾系列啦。我是隔壁有 Jerry。Hello。上个影片试驾了 CX-30来到云顶山脚，我们现在呢就要把它上山试驾一下它的操控、它的动力表现怎么样。这辆车是很多人想看的啦，希望你们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呢点个赞，也顺便点个赞给我们 Jerry 好不好？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去试驾了 ，Let's go。这辆车163千，163匹马力，然后213个牛顿米啊，配搭着这个2.0公升的自然吸气的引擎，6速的自动变速箱，全原装。前面为麦花臣，后面是个 Torsion beam， 那我们就 AC 关掉，我们就开一点窗，然后就这样吧 ，Sport 啊 ，Sport 了 ，Manual mode。其实 Mazda 的变速箱哦，我讲了很多次都觉得很 OK 啊。它的咬合度、它的结合度非常的棒啊，也快而精准，不用忧虑，不用犹豫啊，而且它的 power loss 真的很少啊，它不像那些其他我们传统的Torque Converter这样啊。当你在可能现在是3档嘛，你松开油门哦，它的 RPM 会掉啊，像 rubber band 这样啊，现在不会耶，这样子，它 lock up 得很紧。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个变速箱，就好像我们今天驾着那个宝马这样8-speed ZF， 而且 ZF 真的是 auto 来的哦，不是 DCT 哦，它给到你这样如此的咬合度跟它的反应，已经很给了是吧 ？AT 来讲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降档回油、刹车。都有 Boxes 215，可能以后你可能升级一个225哦，不是，换成235。其实我是在看这MC7的225啊。我还不会帮你升档的嘞。不会。它的美诺真的是fully美诺的感觉哦，给到你。我这样子过完它的 ESC 也没有弹出来。哦，你有关吗？那个没有关，不要紧。我们来最重要试一下 ESC 会不会这样容易介入。他完全没有看 power 嘞，我还踩油出弯嘞，他 OK 哦。6500吧，对啊，它不到6500，它看油了6300这样。最大扭力4000转哦，所以它不像德国车这样，它还是一个享受高转的车。开始我会觉得我不习惯这个 brake 哦，感觉到就是要踩的比较大力一点，它比较硬啊，好像在玩赛车模拟器那种，要踩的。我忘记你讲这个车是打9气的。哦，9气哈。9气。
一路来97还是？从出车到现在都是97。拉会，这样动力不是很好啊。因为这辆车的压缩比蛮高的嘛哈。是，就比较顺一点哦，然后也没有这样多那些杂音。其实马来西亚很多人那边靠北靠步说，为什么 Skyactiv X 没有来马来西亚？因为那个引擎哦，它真的是高输出到哦，只能够打100罢了。需要好一点的汽油。是，只能够打100是100还是98？对，97也是可以的，可是马来西亚人97贵吗？为什么打97呢？可是你用过你就回不去了啊。对，那个动力啊，你会很喜欢这个 Skyactiv X 哦。Skyactiv X 是2.5还是2.0也是有？2.0哦。在日本的马山。喂，你干嘛呢？两个一起过弯刚刚。对，这款没有，这个 IS250。可是就 Cabrio 的动力哦。可是啊，帅。啊，对，都帅，颜值就是一切。它的那个操控啊，可以讲是我最近驾的 SUV 里面哦，蛮好玩的一个 SUV 啊。可能就需要好一点的打压罢了。好一点的打压，车轻是很传统的 SUV 的，可是它不会让你觉得没有信心，整个好像要翻车这样。好像德波可以kick线的时候会轮胎打滑那种啊，会顺。可是也能讲，可能有些人就是喜欢这种打落的感觉，有些人就比较喜欢像 NA 就比较顺，可是你越踩越有力，越踩越有力的感觉。就罗伯白菜各有所爱啊。可以这样子讲，还有一个喜欢电动的车。所以有3批人。哦，对，3种人。我最近 YouTube 有一些特地要给人家屌的 comment 的，就是他一直在想电动车有多好，哦，那种。他就讲你们这些车改到来哈，0到100马不是要5秒。我们电动车什么都不用改啊，0到100 3秒啊，这种很 typical 的，完全是没有去试过啊，或者是去真正去摸过、去加过，只会在那边讲完了，靠数据讲话。对，只是靠数据0到100有多快啊，然后，对啦，你可能 Nürburgring 那边Model S Plate 很快，真的很快，可是它给不到你的那种乐趣啊，就好像今天。为什么会有人会玩古董？那黑胶带啊，他们就是喜欢这种，拿来把那支针放在上面，给它慢慢的磨出那种声音。是啊，跟你插 USB 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。CD 就是 CD 啊 ，cassette 就是 cassette。有些人就是喜欢这种感觉，这种是就好像我们手机这样啦 ，touchscreen 跟 keypad。有些人喜欢那个 keyboard 啦，是这种感觉。所以没有对与错。错的是你去鄙视人家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玩车归玩车，你喜欢电动车，你喜欢你的事，不要去鄙视那些加汽油的，也更不要德波的车去鄙视那些加 NA 的。我觉得是这样啦。这种就很明显反映了他们的人格，他们的家教是怎样，跟他的格局。对，所以放大一点肉。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些没有家教的弄到我们自己没有家教。没有啦，我觉得你不仁我不义啦哈，你不给我客气，我也不给你客气，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要怼回你。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哦，我心情不好我就怼回你，心情好就不要管你。他现在来玩这样。为什么我私家车讲下去人生了啦？回来。
刷就是等于为什么会买 Mazda 这样咯，有品味。其实也是要看时机啊，跟那个什么，又刚好，之前驾车有问题，想要换车，然后又那么刚好看了你的影片，那个新的比赛蛮好看的，所以才会去 Mazda showroom 看车。其实你除了这个 Mazda CX-30之外，你还有看什么车？我有看今年刚出的 Proton S70，圣诞70，然后有去看 Audis， 然后 Audis 就万年引擎了，然后过后就还有 Honda 的 Civic， 然后当然连最新的 CR-V 2.0 Hybrid 都有去试啊，可是试来试去。所以还有一个Peugeot 的408 GT， 哦，那个价钱200千了哦。200千，可是你会真的很爽啊！可是就因为身边蛮多人讲，而且他们也驾过，就讲，我觉得车不适合我这种每天跑长途的人，因为它很快，一点点问题就坏，一点点问题就坏，变成说可能买回日本车会比较好。然后我就开始去找回可能相同质感了，然后又看到影片，所以才去 Mazda showroom 看车。就那么刚好那个 Mazda showroom 呢，只有 CX-30的那个 test drive unit， 因为 Mazda 区他们全部都没有在在怡保了，所以要 test drive 都要去到槟城或者是上到 KL 才有的事。我是好奇它的1.8的diesel不，可是卖不动啊。收发是没有看到有啦，很少看到有。我看过是很少会有吧。那个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问题啊？像买 Mazda 车的人，他们都比较喜欢深色系的颜色。深色的啊？就像他们车好像全部是灰色、黑色、红色，好像会很少有那种浅色、银色啊、白色啊，会比较少。会买这种车的人我都说他的品味就是选边啊，喝选边跟喝红酒这样哦。红酒什么颜色？深色啦。是。然后他的杯也是这样哦，他就是要求那个精致跟不用烦。就好像日本人买车这样，日本人哦，你会看到很多车不是黑就是白，因为他们不想烦，不想要去想要什么颜色。黑白本来就是一个百搭的嘛，穿衣服也是一样的道理嘛，所以不用烦。Overspeed 了，没有 brake， 我就是不想 brake。对啦 ，NA 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要 build 起来那个 power， 然后就是要高转。虽然这个影片来的有点迟啊，可是不用紧，有心也不怕啊。CX-30 2024，那听他们讲明年要出新的改版。可是看了他们车头底下好像觉得，我个人觉得这个会比较美一点了，可能会有人讲自卖自夸啦。可是你们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了。其实我喜欢 Mazda 6其实我也是喜欢 Mazda 6，可是就还是那个中间的 screen 那个比较老土，我感觉。它的 system 不像你这个黑白了。是。那个好像是算是第6世代的底赛对吗？这个是他们讲第7的世代。Yeah。它很肯给你拉高转了这样子。也很肯让你降档。你看我降1号档了咯，而且还有 Rev Match。至少。OK 啦，最近驾很多那些中国的 SUV 啊，德波，它德波有力，可是有些弯它不给你降档，有些弯它不给你降档了之后哦，没有那个动力来。反而这个很愿意让你降档 ，Driver's Car 嘛，没有太保护哦。它保护是保护，可是它很肯让你去揉捏它，而且它不会自动升档呢，这个它重点呢。很宝马的感觉咯，宝马也是这样嘛，拿到红线都不升档，是吧？就是这样。OK， 那这样子上的话，除了直路之外，其实过弯跟给油的 response， 这个就是 NA 的一个优势，也不输给其他的德波品牌。1号档，你看 ，Damn，That's。更超没啊！要一点点时间变回去。没有，它可以1号档，重点是要survey 小了这样子，1万 survey 一下。1万。
可是它 system 自己是写12000啦，可是上面 sticker 是写10000，所以我还是跟回 sticker 吧。哇，跟宝马一样诶，过10000了嘞，还是提早会比较好。啊，是，因为可能刚才 camera 那个问题，我可能顺便回去 claim 一下 warranty。哎 ，OK 啦，以这个车的尺寸来讲到上边也不会差 ，OK 的。不错，方向盘的精准度，它的转向幅度，你看我的手很多时候都是在9点跟3点，不用摆太多，而且也很精准，我想要给多少就给多少，very good。好嘞，各位我们终于到山顶了，至少我过半马，它不会后面的悬吊过软，软到我。那种会沉下去、陷下去那种感觉。镜头上的你们会不会去选择去买一个 CX30呢？也许你觉得外形可能还麻麻地了，人家中国设计的好像 Range Rover 这样啊，有很大气啊，对吧？可是就看你怎么选择啦。一个是买配置，一个是买质感、用料跟它的这个操控、驾驶感。有时候我也懒得回答那些，就说你如果给你会选择什么车？其实到头来我讲了这样多，我喜欢的东西未必你会喜欢。最重要到最后你去试啊，全部车试完了，你真正喜欢那个你就拿那一个，千万不要听我去讲这么多，我讲那么多也是没有用，因为到最终买车是你嘛，驾的人也是你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自己喜欢就好。看下退后有没有？有 Hero Assist 的退后。这边还有一个 button， 自动远光灯。非常感谢 Jerry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，很好驾的一辆车 ，Driver's Car 没，真的是一个 Driver's Car。Mazda CX-30迟来了啦，可是至少好过没到。这个颜色真的是很美哦，非常喜欢啊！驾驶体验真的是一级棒啊，这辆车哈，不用怀疑。当然，如果是马来西亚有引进这个2.5 Turbo 的话更好啦，可是价钱一定是不便宜了的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赞。如果你们有身边的朋友想要买 Mazda 的话呢，不妨把这个影片传给他看呢，放读一下给他们呢。好了，各位啊，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 ，Goodbye。in audio.